今日第2项比赛，烹饪厨艺，有参赛2人在规定的时间内，现场制作出代表本国的美食。裁判根据色香味美综合评定打分，分数高者为获胜。现在我宣布比赛开始。我大峪美食文化博大精深，短短的比赛时间无法尽展我大峪的美食。食有5味，酸甜苦辣咸，5味的实质是5经，是5脏所藏，所以这5味也需要相互平衡。我今日参赛的作品，就是各代表1味的5道菜。今日我所做的，是我国最崇尚的美食——生鱼块。任何的煎炒烹炸都会破坏食物最本真的味道。真正的上乘美食是不经过任何的烹调，最自然本真的滋味。第1道是由田鸡和桂花熬制成的汤羹，取名为“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”。汤羹味甘，长期食用可以健脾生津。第2道是将槐叶榨成汁，和入面中，配上豆腐和芹菜，白绿相间。故此应和天苍苍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之意境。尝之味苦，可以泻火护心。真是无声息下飞碎雪。东国选手生鱼块的刀法的确精妙。东国生鱼块制法本出自我大峪，如今却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。唉。第3道，光明炙虾，点燃海草，将活虾熏制得晶莹剔透。因食材和燃料都是出自于大海，所以取名为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食用的时候配以芥末，味辛，可以宣肺祛寒。第4道，葱醋鸡，配以贵妃红，取名为凤凰台上凤凰游，凤去台空江自流，可明目补肝。第5道是将羊骨髓和鹿肉灌入牛肠烹饪而成，配上美酒，咸中带香，可以滋阴补肾，取名为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300杯。你前面的名字还算有些意思，不过后面那句未免过于直白无味了吧？素来听闻大峪人才济济，看来也不过如此嘛。我大峪地广物博，食材丰富，可能让东国来的使者有些看花了眼。正所谓自古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如果说东国来的使者无法参透我这大峪的美食，那么也可以品尝一下我作为配菜的小酒，也让我们尽了地主之谊，不至于让别人家笑话。你，第一说得好。如此优雅的菜名，恐怕不是一想出来的吧？蝶衣这么聪明，想出这样的菜名也不奇怪。哼。时辰到，请上菜。今日我做的菜品有鲈鱼块、鲨鱼块、水母块、3珍块、红丝水晶块。鱼块切下后必须尽快食用，不然就失去了鲜味。再加上我特制的调味蘸料，请诸位品尝。哼哼。请裁判品尝。经过3位裁判的一致判定，
上一馆的菜品色香味美，且颇具诗雅风韵，独具一格。东国的菜品返璞归真，刀工创意，想象非凡，独树一帜。此次烹饪比赛平局。平局？烹饪比赛只会做生鱼，如此简单还平局，不公！不公！就是裁判有失偏颇。我们比的是厨艺，而厨艺靠的是色香味，而色当然是靠刀工和想象力。要是我说嘛，不应该是平局，应该是我东国获胜才对。裁判，学生有几句话，不知当不当讲？你说。学生认为裁判的判罚有几点做得不妥。其一，厨艺比赛的规则是制作本国的特色美食，而这生鱼块却是由我大玉传至东国，如何代表你本国的特色？其二，色香味俱全，我虽离得尚远，不敢确认，但东国这位厨师做的恐怕没有香吧？的确，生鱼片闻起来并没有什么味道。其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东国使者做的生鱼块采用的是鲅鱼、鲨鱼，都是此时节正在产卵的鱼。虽说这两种鱼在产卵时期肉质最为鲜美，但在此时捕杀，不仅有违人和，更是破坏了鱼类的繁衍和平衡。孟子云：“不为农时，谷不可胜食也；促谷不入乌池，鱼鳖不可胜食也。斧斤以食入山林，材木不可胜用也。”我大玉自建朝以来，就设定了每年2个月的禁渔期，为的就是保护鱼类的平衡和繁衍。此次厨艺比赛，比的不仅仅是味觉上的优胜，更比的是厨师心中对美食的理解。因此，我认为这场比赛应该是我大玉获胜，请裁判秉公判决。请稍等。诸位，经过3位裁判的再次商议，得出最后结论：现在是禁渔期，鱼类产卵纯属于只顾当前，不顾以后。上一馆的菜品从寓意上和功效上都略胜东国一筹，所以我宣布此次厨艺比赛上一馆胜。3日之后将进行算学比赛。爷爷，你太棒了！众望所归啊！